大家好，这是半天蒜，是长在蒜头茎中间的小蒜头。据说特别营养只是拿来当蒜种再长出来的效果是否还会依旧？由于是长在茎上的蒜头，所以比较小，播除比较麻烦之外呢，一个位置顶多只有2瓣因此光事前播蒜种就比较花时间而这又比软梗蒜头长出的蒜花还大，也就依旧采用习惯的蒜头种法，挖沟种植。而此槽的宽度呢，不适合直接站在槽外采收不需要变动，生长期比较长的作物会比较适合，因此将中间位置就留给蒜头使用。空间利用外呢，也有好奇有趣的成分硬梗的蒜头去年混到了会长半天蒜的品种刚好可以再将品种区分出来。而软梗蒜呢，因为会长蒜花只要拿开出的蒜花种植蒜种就没有区别的问题。另外若是搞混了呢，也是可以从蒜瓣形状判断蒜瓣比较圆润的是软梗蒜比较长形的是硬梗蒜再分不清楚就一起种下去蒜叶比较青绿的是软梗黑绿的则是硬梗后院的蒜头比较早种等该区块生长进度到一定程度，再顺道拍摄比较说明由于这半天蒜比较小颗，就再盖上一层土方便卡紧外呢，也避免出现被狗爬掉的意外。而此处的土壤团状结构呢，已经被狗爬得比较细也就直接浇水后看一下土壤吃水的状态后，才又盖上稻草帮忙保湿与降温。至于这外围手可以轻易碰触整理采收的位置呢，则是要种植短天期的叶菜类也算是把数量剩下比较少的种子清理掉分别是味美菜、黄金白菜、黄芥兰与土白菜现在这个时间点，小白菜类呢算是比较好种植的时间加上又有台风要来，短天期的菜也很适合由于短天期的菜种子通常都比较小颗，只要像这样简单爬一爬土呢，就可以完成简单的覆土至于说会比较均匀，这就见仁见智了毕竟种子比较小，爬一爬卡进土壤缝隙的效果倒是会不错要均匀的话，半土分撒会容易一点。播完种之后要进行大浇水因为种子没有事先泡水的习惯在第一次浇水时更要浇透第一次浇水的湿度可以浇到水没有很快吃下去的程度如果空间比较小，可以使用莲蓬头式的浇水方式会更好不过以连多走2-3步路都懒的情形下呢，加长型的勺子会比较快这一开始的土壤是团粒结构，也不太会被冲刷起来。浇水的时间来聊点题外话，这环绕水池的设置呢，有正反两面的意见反方是说菜园设置成这样大型机具根本很难下田建议直接在中间挖一个水池就好不过由于当初的设定呢，就只是家庭种植取水方便为主也因此呢，这环绕水池还用不同的方式引水到别处3步之遥是个人可以接受的距离不然这在夏天呢，要这样人工手动浇水会很辛苦而环绕水池内呢，也是当初设定的游乐实验区
因此内部种过西瓜、南瓜、蒜头、青葱、木薯一堆不同的作物啊。只是现在在垫高土壤后，才纳入了夏天种植的规划空间呐。这是要克服前院土壤在雨水期时呢，会特别湿黏的困扰。目前已经在垫高完成的菜地呢，就会是明年夏天前院的主要种植区了。另外，由于气温上升的趋势已经很难反转哈，若是要规划菜地，个人会建议往夏天可种植的菜地思考。夏天除了气温高，雨水也多啦，大家也比较缺菜哈，也就边整地边布局。天气凉爽时呢，进行调整也比较轻松啊。原则上，夏天可种植的菜地，秋冬天微调一样可以轻松种啊。反之呢，难度则非常高啊。最后，这洋葱则是家母巧遇育苗场人员又送的啦。现在才种洋葱，也是气温太高所导致啊。洋葱过往是入秋种植，而洋葱个人觉得呢，算是比较不好自然育苗的作物啊。而从这一丛就有近10株的幼苗，也可得知啊。现在种植的尝试，光分株呢就是一种挑战啊。只分株一丛就决定算了。洋葱种植通常是采用阶段性种植啊，一开始先整丛种下去，等长大一点，大约有10几公分，再挖起分株重新种，会比较轻松啊。有人觉得洋葱是不太需要施药的作物，用买的就好啊。但是自己种的洋葱呢，采收后会比较好吃啊。主要原因可能是采收后缓速晒干或阴干啊。大量种植的则是快速烘干，而会影响到水分与甜度了。3天后撒种的短天期幼苗已经长出了。为了减少水分的流失量，在上方盖上一层碎稻草啊。为何时常会是3天后的变化？因为短天期的菜种子比较小之外，生长期大约只要1个月，3天大概就可以知道育苗出芽率的状况了。而采用抓少量种子慢慢分撒呢，均匀的程度应该还算可以啦。最后就是终于打通视线，可以穿越直接看到稻田了。结果呢，雀跃的人好像不是我，这是后话啦。隔壁婶婶看到有闲置空间可以种植呢，马上又送来菜苗，菜地规划又要伤脑筋了。谢谢收看。